大家好，我是阿鹏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。要说饺子最好吃的做法，还得是这个酸汤水饺。这样做的饺子酸辣开胃，特别的有食欲，老婆和孩子一口一个，连吃2大碗都没有问题。这个酸汤水饺要想做的好吃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酸汤了。看了我的视频，你也能在家里轻松的做出比外面还要好吃的酸汤水饺。接下来跟着视频一起来看一看我是怎样做的吧。首先我们准备少许的香葱，香葱清洗干净以后，我们把它改刀切成葱花。将小葱切好后，先给它装进小碗中备用。接着我们准备几个大蒜子，先用菜刀将它轻轻的拍一下，将它拍裂开。用刀拍出来的大蒜要比直接切出来的大蒜，它的蒜香味会更加的浓郁一点。拍过以后，再用刀将它切成蒜末。切好之后，先把它装进小碗中。再准备小颗香菜，我们先把它的根部切下来去掉。紧接着，我们再将香菜改刀切成小段。切好后，同样的先给它装进小碗中。下面准备一个汤碗，往里面添加1勺辣椒面，再来上1勺蒜末，还有1勺小葱花，1勺炒熟的白芝麻。最后我们用6成油温将其炝香，把它激发出香味。下面开始调味，适量的食盐，还有鸡精，再来上生抽酱油1勺和香醋1勺。调味过后，先给它放开一旁备用。好了，接下来锅中烧水，等到水烧开以后，我们将水饺分散的放进锅中。我们将水饺放下锅以后，再用勺子将它轻轻的推动一下，防止水饺粘连在一起。另外，因为这时候的水饺它是沉底的，我们轻轻的搅动一下，这样也可以防止水饺粘底。亲爱的小伙伴们，拍摄不易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那么麻烦您伸出您发财小手，帮我点个赞呗。您的每一个点赞和留言都是我前进最大的动力，在这里真心感谢您了，感谢您。俗话说3开的饺子2开的面，等到锅中的水重新烧开后，再往里面添加小半碗的冷水，经过这样的一冷一热来激它，这样煮出来的水饺就比较容易成熟，而且还不容易夹生。这时候再次的重新烧开了，然后继续的添加小半碗清水进来，然后再用勺给它轻轻的推动，让里面的每一个水饺都可以均匀的受热成熟。现在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时候的水饺大部分都已经漂浮起来了，这就说明了饺子已经是半成熟的状态了。等到它再次的烧开后，我们第3次添加冷水，继续的用勺子给它轻轻的搅动一下，让其受热均匀。等到这一回重新烧开后，我们再来看一下，可以看得到这时候的饺子已经是全部的浮起来了，这就说明了里面的饺子已经是全部的熟透了。我捞起来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将水饺煮熟后，先打2勺面汤打到碗里面，紧接着我们再用干净的漏勺将饺子给它捞出来，放到面碗里面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，看起来也非常的有食欲，我的口水已经不自觉的从嘴角流下来了。就这样，一道非常好吃酸辣开胃的酸汤水饺就已经做好了。我觉得水饺最好吃的做法莫过于这个酸汤水饺，酸酸辣辣的，特别的开胃。就这样，一口水饺一口汤，吃起来特别的香。这个酸汤水饺呀，要想做的好吃，这个酸汤的调制它是最重要的。家里要是有熬制好的猪油和油泼辣子，再加1小勺进去，那就吃起来更加的香了。如果您也爱吃这个酸汤水饺的话，不妨可以收藏起来。要是改天你没有胃口吃饭的时候，那么就特别的需要做上这么一道酸汤水饺，保证你吃过以后还想吃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啦。
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留言并转发哦。我每天都会更新不一样的家常美食，关注我，我是阿鹏，点我头像进去，还可以看到往期更多的美食做法。好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最后再补插几句因为前段时间的话家里有点事情，所以就断更了有段时间。从现在开始，这个账号陆续的开始继续的更新。最后希望各位朋友们以后多多关照和支持，感谢了，感谢了。来宝，看我这里，来宝。痒不痒？来宝。好了啊，好了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